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是不是时间正好？对，这个最近好像经常有这种卡点直播，结果导致稍微晚一点的这种情况发生啊，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还是要尽量的这个整点开始。就是像我这种定了日子开始直播的呢，一定是这个，就是应该非常精确才对。然后好，开始老范读评，让我看看今天大家先提了些什么问题。这个直播时间是美西早上4点，先点个赞，回去睡觉吧。那睡去吧。这个啊，美西啊，应该是就是旧金山这边。对，参加互动，提前留个言啊，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看到了。我这里是凌晨2点15，我的学习态度比较端正，你这个过分了啊！这个不过正好在恶补关于 AI 企业应用的趋势进展，反而也是醒着，好吧？欢迎欢迎！阿里将银泰以74亿价格出售给了雅戈尔，阿里的新零售基本要卸妆了。雅戈尔做服装起家，3驾马车、服装、房地产、金融，如今回返买商场，估计也不是啥喜庆生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哎呀，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阿里也不能说就离开新零售了吧？那个盒马还在他手里头呢，对吧？人家还在折腾呢。就是像阿里这种大公司，其实内部也是各管一摊谁跟谁也不太一样。字节在美国还有缓吗？字节对 AI 的投入据说力度并未减弱，这有什么可没缓的？周受资刚去海湖庄园拜见了这个川的统领，对吧？这个等呗，就算是这个，比如说1月19号你必须下架，那就下呗，对吧？1月19号咱们就把它下来，然后呢，再等川大统领再说呗。而且只要大家装过了，那就接着使呗，这有什么大的问题吗？还是不缓啊？他们对 AI 的投入看起来，有点无聊。哎呀，这个其实真不是啊。怎么说呢？我现在因为高强度的使用，这个 ChatGPT 和这个，叫做豆包，然后发现呢，这两个产品还真没法说谁好使谁不好使。就是经常情况下，豆包的这个结果会比 ChatGPT Search 的还要再好一些，所以这件事情你真不能说他们就怎么样。而且怎么说呢，做 APP 这件事啊，就是咱们不说做模型，做模型现在 OpenAI 还算是老大吧，至少是它Cloud 和这个 Gemini 3家吧打来打去的。对吧？这个豆包肯定还有一定的差距，即使在国内的模型里头呢，它都不算是特别领先的啊，它算是第一梯队掉尾吧，豆包的模型。但是做 APP 做应用这块真的没人打得过它。你好，你好，今天比老范先到，没问题。晚上好，赶上直播啊，大家晚安。对，有时间可以聊聊大模型和人形机器人，相互结合产品的问题吗？这个相关新闻和相关产品感觉很少，是前景不明朗还是技术力不够？没有啊，那个 Figure02就是这种东西，而且现在你看到的那个叫什么东西，擎天柱也是这种东西。国内的这个几个机器人实际上都是这种东西，就是你装做出人形机器人来，对于这个甭管是日本、美国、中国、德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其实都不难，难的是让它自主的动起来，对吧？
那么这块呢肯定是大模型。所以现在大家走的实际上都是这条大模型的路。然后好，我们来开始读评论。第一条，这个懂车帝30款车碰撞实验啊，还有人看了视频，给我们留下评论，说中国既然要成为汽车大国，这样的第三方测试少不了。有人开始做就是件好事，不过还是要说安全永远不会有上限，但是无节制追求的话，成本也会无上限。随着当前生产技术制定合适的标准也很重要。不能猛往上加难度，不然车就买不起了。这件事儿呢，大家肯定都明白，只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涉及人命的时候吧，你跟大家讲工程上的事情，就会，有人觉得是不是不太注重人命啊？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像这个懂车帝干这个活儿呢，他比较好，就是找了2个标杆儿。一个标杆呢是 Model 3，一个标杆呢是这个沃尔沃，对吧？就是你把这种车作为标杆，我们并不要求比他们更好，对吧？或者说我们达到或者接近这个水平啊，谁更接近啊，就算是好车了，也就如此。实际上最后测完了以后，也是这样的车是最好的啊，没有这个比他们更好的车了。就算有些车也就是仅仅是接近而已啊，小米应该算是比较接近的。好，我们继续。英伟达被中国反垄断调查啊，在中国自主芯片和英伟达垄断怎么可能同时为真呢？这个挺正常的呀，自主芯片是未来式啊，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实现自主。现在的话，英伟达实现垄断了，而且英伟达所谓的垄断，并不是说它垄断了中国的什么什么市场啊，而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曾经去进行并购的时候，我们给他提出了要求，当时他也是同意了的，只是现在呢，这个要求并没有做到，而且不光是对中国没有做到，应该是对全世界各国都没有做到，所以全世界呢都在对他们进行这种反垄断审查。就是所谓的垄断，并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把所有市场都吃下来了，而是说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让别人无法进入。英伟达呢，等于前面有 CUDA，对吧？后面有这个 NVLink，还有这个很多的类似这种这个联通设备啊，都是它的标准，它的设备。所以呢，它通过这样的相互捆绑进行垄断，这个事儿呢是中国政府也算师出有名吧，找了他一个麻烦。但是中国政府向来都是叫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所以就是我们找他去做反垄断调查的时候，背后一定还是有其他原因的。怎么又路径依赖了？这个我看老范说的应用和我说的应用不是一种应用。这个说应用，没人做得过 AI 字节，应该是老范说的应用啊。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做，是可以这么讲啊，就是说，有一种可能你就说是一种，呃，但我不知道你那种应用应该是什么啊。像我们讲字节跳动的应用就是 APP，这个甭管你是Mac 端的啊、Windows 端的、安卓端的、iOS 端的，对吧？还有包括 Chrome 插件啊，在这一块的应用啊，就是做这个应用程序吧，在这一块字节跳动确实是全世界最强啊，这个没有之一。至于你讲的应用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应该叫服务，对吧？就是说我们提供服务解决问题，至于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形态呢？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啊。我知道不知道是不是理解的是正确的啊？好，我们继续这个 OBD 年检风波这件事儿啊，有人说了，说这个2024年我的车年检2次没过，就是这个尾气检测导致，最后一次找了一个店铺处理一番，让他们去给代检过了。这个事儿呢是在中国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啊。
就是代检啊。这个我的车前面几辆车吧，就是因为我现在开的是第3辆车，我的第1辆车跟第2辆车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送到 4S 店去代检，就是我是不会自己去送检测的啊。就是你代检呢，就是给他200块钱啊，剩下你就不用管了。他这个还是就是至于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然后如何去处理这个事儿，就是你也搞不清楚。像我现在去验车的时候呢，就是也明显看到有很多人，一看就不是自己家的车，就是这种4S 店的，或者是这种没准是修车厂的啊，就是他们出来代检啊，他们就跟这些验车的师傅很熟悉，对吧？这个聊来聊去的，然后至于他们检测的这个严厉程度是不是跟我这个一样啊？这个反正我只能觉得心里很别扭啊，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吧。我看到还有人在讲说，啊不对，说这个，为什么你就一定认定说这个，出来传谣造谣，或者说出来发声音的人就不是这个验车的受害者，而是这个既得利益者呢？啊，这个也有人让我来解释这个问题啊。那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所有的规定不是今年才来的，对吧？就是19年就开始搞了。那么今年跟19年啊，20年到现在之间到底有什么变化？变化只有一个啊，就是去对这个车检造假的这些检验厂和这些维修公司进行了这个大的检查，对吧？所以今年实际上只有这一个变化。那你说前面这么多年，对吧？大家也都是对这个验车这个事儿，反正都不痛快啊。但是敢怒不敢言，怎么就到今年了，这个一下就整成这样了呢？啊，那么肯定还是有既得利益者出来这个去讲了嘛。所以我说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头讲的是信息传播的一个故事，对吧？至于验车这个事儿，毕竟我只是开车的，对吧？我也不会修车啊。至于验车就更不是那么明白了。就是为了讲这一期节目，还是专门到网上去查了很多的信息啊，跟大家补充上来。继续啊，有人说 HUD 叫平视显示，不叫抬头小视，这个词儿不是直译的，这个怎么办呢？但是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都是叫抬头显示啊，它是叫 Head Up 什么 Display，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词。应该最早是用在战斗机的这个瞄准器上的，后来呢也用在了这个就是战斗机头盔上啊，到汽车上呢。就一直把这个词儿用下来了，所以就在国内就译成了叫这个抬头显示啊。然后我记得就是在战斗机，因为我以前曾经尝试过，就是坐到战斗机的那个驾驶舱里去，在这个什么航天馆啊什么这种地方去试过，就我觉得挺奇怪的，就是他们那个人坐进去以后，整个那个就是等于仪表是在正前方的，然后那个窗户实际上确实是要比人的那个视线要高一些，感觉啊，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他们反正可能是我当时的身高或者椅子没调好啊，这个就反正就是叫抬头显示吧。而且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大家理解意思就完了啊。这个至于你说平视显示啊，大家觉得哎你在讲什么听不懂，那就没有必要去这个一定追求这个叫平视显示还是叫什么。大家习惯了叫抬头显示，叫抬头显示呗。啊，这个我们讲叫不能因文害义啊，就是你因为这个文字让大家理解困难了啊，这个事儿是没有必要的，还是要跟着大家习惯走啊。继续说电车 EV 应该没有 OBD 的焦虑了吧？这个我告诉你，电车更麻烦。第一个是电车呢，现在规定也要做年检，而且电车的年检是要检电池的。啊，如果你的电池的这个就是消耗这个太大的话，你也有可能年检不过啊，而且有可能会要求你去换，而且换一块电池有可能比买整车还贵，对吧？为什么？因为你电池一旦衰减了以后，有可能会着火，所以那个这块也会很严格啊，特别是电池如果有碰撞啊、这个变形啊、这个漏液呀他们一定会让你去换的啊，这个事儿是非常麻烦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电车上面因为是有这个完整的这个车机的，对吧？OBD 其实是就是它能够出来的信息是很少的，而电车能够得到的这个车辆的驾驶信息是非常非常多的。
在中国现在出了一个特别神的事儿，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车如果一年跑到2万公里以上，就是电车的话，保险公司会拒保。为什么呢？因为他怀疑你在跑滴滴啊，跑运营。因为一旦你这个车在跑滴滴、跑运营的话，那么它就会这个等于你出事故啊、出问题的这个机会就会变得非常大，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就会给你拒赔。然后保险公司呢也会通过这个车厂去调用你所有的行驶记录，说，哎，你如果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就是这个，比如说最多去个商场，周末出去玩一下，他认为你这是没问题的啊。如果你这个车在城市里头满是的乱跑他就会拒赔你啊。所以电车的更是没有任何隐私啊，这个东西就是一点隐私都没有。现在电车拒赔的情况下，就是拒保的情况下特别厉害就是一般一年2万公里以上都拒了。有些人说我就是开的多或者什么的怎么办啊？那这个也不行，或者说我就滴滴了，我就是运营车辆，你给我按运营车辆的保，你贵点我认了，行不行？那这个保险公司说我也不想给你保这个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电车以后会更麻烦一些然后再还有一条OBD 年检的有人呢讲到了说这叫塔西佗陷阱这个什么叫塔西佗陷阱呢？我还去查了一下塔西佗陷阱呢是古罗马一位应该算哲学家吧，他写了一本书，或者叫历史学家这个人叫塔西佗写了本书，里头就专门解释了什么叫塔西佗陷阱。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政府或者是国王当权者吧，就是做了一些天怒人怨的事情以后呢他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这个就是以后甭管他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就没人信了。他干任何事情大家都恨他都觉得你是一定有坏人一定你是想坑我他就会陷入这种循环因为就是一个管理者他具有这种不可抗拒的权利以后，他一旦是对下面的人进行了伤害，那么他就会陷入这种塔西佗陷阱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去制衡他，你也没有办法去思考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所以他做任何事情大家都认为他是坏人 OK 了，对吧？这个现在其实很多的国家政府或者是机构吧都在陷入塔西佗陷阱就是甭管你做的是好是坏，甭管是什么出发点，对吧？大家先上来说你一定是坏人这个特别是在我后面讲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时候，其实大量的评论都是在讲说这就是一个塔西佗陷阱这个甭管做好做坏，我们都不相信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人跟人之间，如果大家相互平等的，其实不太容易陷入这种塔西佗陷阱但是一旦是这种叫做就是有绝对管理权利的人那么他一旦干了坏事了以后的话就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而一旦陷入的话，不光是他的问题就整个社会都会陷入这种怀疑的氛围中大家都不信这个事儿，这个是很危险的。整个社会会变得就是反正死气沉沉吧。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老范解释应用的时候加了很多修饰限定，其实也就是说一类应用或者说手机应用这些应用难道不是服务我说的是一种服务应用，就有点费解了这个那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呃，或者说我讲的是更前端一些的，对吧？那么前端的这一块的会这个什么会更好一些，对吧？字节会更强一些。验车，不过可以直接选择报废嘛？问题是你都去验车了，肯定是不想报废对吧？这个你一定是想接着折腾下去塔西佗简单说就是狼来了，是这样的。电车保险维修费，保险费用自然高电车保险维修贵，保险费用自然高例如很容易撞坏电池，像比亚迪电池坏了就大概率要换整个电池组。哎呀，这个是特斯拉电池坏了你也得换电池组，你不可能说给你换一块吧，都得换整个电池组。而且现在呢应该是特斯拉发明的这个东西吧，就是把电池做在底盘里
就是你只要发生大的碰撞以后的话，你这个底盘肯定是变形，一定要换的啊，而且非常非常危险这个事情。这个原来大家都是说把电池装在原来发动机的地方，后来发现第一个是它不平衡，第二个装的不够多，对吧？我记得原来那个宝马 i3就是把电池装在那个发动机的地方，但是呢，它的续航大概就100多公里啊，这个就很痛苦。后来就特斯拉就通通都把它装到电池底盘下去。塔西佗陷阱啊，个人养老金应该不算，毕竟对居民养老的核心关切避而不谈啊，而重新搞一套新的，而且是有门槛的，这可算不上塔西佗陷阱。不，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说大家不信呗，甭管他做什么，你都不信嘛。你现在不是还是不信他在干好事吗？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对吧？2025年电车保费继续上调，现在比亚迪自己也整了一个保险公司，特斯拉就是也整了一个保险公司。这个我看小米以后是不是也会去整保险公司？以后这些电车厂就是我自己去整保险公司就完了，对吧？它是完完全全可以根据你的驾驶习惯、你的驾驶路径，然后你这个叫做什么呢？到底是运营车辆还是私家车辆的这个使用状态，来去给你定保费的啊？这个电车是有这个能力的啊，这个非电车，你只有个 OBD 接口这种，你确实没有这个能力。来晚了啊，刚刚看完网文的视频，哎，这个就是付费会员就可以看明天早上的节目了。对，这个好，我们继续。这个马云重返舞台这条啊，有人讲了，说这个支付宝不是交给国家了吗？这个事儿呢，就是很多人都误解啊，说这个支付宝在这几年整改的过程中，是不是国资进入、国资控制啊，或者支付宝拆掉了，然后变成国家的了？不是这样的啊，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支付宝呢，在这几年的这个调整过程中，其实是把原来的一部分的业务进行分拆了啊，就是原来比如说花呗、借呗这种借贷性质的这个项目呢，就是从原来的这个蚂蚁集团里拆出来了，它呢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叫蚂蚁消金啊，就是蚂蚁消费金融公司。而这个蚂蚁消金呢，里头是有一些国有股东的，就是它后边多了一些股东。原来蚂蚁消金出来以后，拆出来以后的话，就是蚂蚁集团应该是占50%多的这种控股。后来呢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国资进来了以后，蚂蚁消金呢支付宝集团在里边是占40%啊，它现在等于是变成这样。但是蚂蚁消金里头呢，支付宝还是就是蚂蚁集团吧，还是蚂蚁消金的最大股东啊，就是虽然它不控股，但还是最大股东。它就是发生了一些这样的变化有些业务呢进行了调整，然后呢就是把这种借贷相关的专门装在一个壳里，然后这个壳呢是有各种相关的资质，也接受相应的审查，然后这个壳呢是有很多的国家注资进去，而从整个的蚂蚁集团来说，就是你原来的股东结构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这个继续，这个还是马云重返舞台，说有句话叫"不是英雄创造了时代，而是时代创造了英雄。没有马云，也会有李云、赵云。时代结束了就真结束了。AI 先烧钱，不是先赚钱啊！以后嘛，靠大家有信心投呗。温家宝早说过，信心高于黄金啊。这个里头呢，实际上讲了3件事。第一件事呢，我记得我小时候上政治课的时候，或者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讲过，说东西方的差异是，东方或者说中国讲究的是时势造英雄啊，而西方呢更愿意强调的是英雄造时势。我的思考是这样，就是中国之所以讲究时势造英雄呢，其实是为了淡化英雄个人的一些这个权利吧，或者说他的一些影响力啊，这个让他们回归到传统统治阶级可以去这个控制的范围内，所以呢，我们会去讲这个时势造英雄啊，而西方讲这个英雄造时势呢，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这个时代往前走了啊，这个车轮滚滚向前了，但是
因为有不同的英雄去创造了它，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呢，真正前进的方向也是千差万别的。啊，他们可能会强调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说到现在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呢？我觉得还是相辅相成的吧。这个，而且中国有时候喊这个时势造英雄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那些皇帝们喜欢叫应运而生嘛，这受命于天，对吧？时势到了，我应该来了，对吧？这个甭管是怎么着，我们还得造点祥瑞出来，对吧？这个也是时势造英雄的一个出处吧。所以这个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呢？反正我个人的理解还是，更接近于英雄造时势吧。为什么呢？就是不同的英雄站在这里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不是说换谁都一样啊。这个事儿我是不同意的。第二个呢，就是 AI 先烧钱后赚钱这件事儿呢，我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很多的创业，很多的这种科研都是先烧钱后赚钱，但是呢，你也要有一个如何赚到钱的一个这种逻辑和思路在里头。现在 AI 的问题是它没找到这个东西，对吧？怎么能够找到合适的逻辑和思路，让大家能够这个把钱赚到啊？这个其实还是需要思考的。你像 Facebook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想明白，啊，它到上市都没想明白啊，就是一直到 Facebook 上市，都没有特别赚钱，后来才想明白说算了，还是广告吧，咱也甭费劲了，对吧？谷歌既然把这条路趟通了，咱就接着往前趟呗，对吧？而且 Facebook 跟谷歌也不是很远啊，很多的这个员工相互之间还是同学，很多可能都是原来斯坦福的同学，对吧？然后他们就造了一个巨好的食堂，从谷歌那边说，哎，上我们这儿吃饭来啊，对，然后他们两边的食堂都是不要钱的，很多的谷歌员工就跑去 Facebook 一边跟同学聊天啊，这个一边上 Facebook 去享受这个更好的餐饮，然后呢，借此挖了谷歌好多人，对吧？最后啊，Facebook 用这个广告的方式去盈利了。现在 AI 呢还没找到啊，还没找到这个如何去盈利的这个具体方式。我一直不相信靠这个卖会员，就是包食或者是按这个 token 去这个消费有什么是正确的。我一直不认为这个事儿是个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最终 AI 的收费还是应该跟它创造的价值相匹配啊。现在呢，就是它是不匹配的，就是我天天拿 AI 这个闲聊啊，这个也是这么多钱啊。有些人比如真的是拿它去做科研了啊，也是这么多钱啊。或者还有些人可能比我这个应用的还浪费啊，也是这么多钱，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合理的啊。那么这块呢，还是要重新去思考。大家注意啊，广告收入其实也是，叫这个什么呢？价值收费啊，我给你多少流量，我就挣多少钱，对吧？它也是按价值收费的，不是能按这个 token 或者是按这个包月收费，这个事儿一定是不对的。这个最后一个呢，靠信心这件事儿，就是信心高于黄金啊，这个事儿呢，我是举双手赞成啊，没有信心这个事儿肯定是不行的啊。那种几万块钱的电车啊，开个6到8年检车不过，换电池就真不如报废算了。哎，这个但是那你还不如直接打车算了呢，这何必花几万块钱折腾6年呢？特斯拉电池组是几个子模组，可以单独更换子模组啊。即使换子模组对保险公司来说也是贵啊，是。呃，但是哎，它是子模组吗？因为我看过那个特斯拉展厅里那个底盘，我觉得是一整块儿啊。这个就因为我这会儿没有研究啊，这个我自己的车还没来啊，这个所以不是特别清楚。有可能吧，这个有可能，但是反正它确实是很贵，就是特斯拉的车换任何件都很贵。它一个是电池特别贵，还有一个特斯拉的那个特别贵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那个一体压铸成型。等于原来人家这个车碰完了以后，比如说你这个追尾了，你后边砰被人碰了，然后呢，它是分可能几百个零件，然后最后一看，哎，这3、5个零件需要换，或者这10几个零件需要换，对吧？那你就去换就完了，或者说我需要去维修。但是它一体压铸成型了以后呢，等于你把这个后边整个碰完了以后，它是一个零件，那你就换呗，这玩意儿还很贵，对吧？你想它一体压铸成型的东西就会变得非常非常贵啊，那这个就
呃，保险公司就很不喜欢啊，因为他这种就是因为我也有一些朋友是造汽车的啊，汽车产业里面的，他们就讲说一体压铸成型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发生事故以后的维修费用太贵，这个很麻烦。我记得原来是哪个车来着？就是最早的时候我忘了是哪辆车了啊，就是他们用这个就是什么呢？碳纤维还是玻璃钢的这个后门啊，是后门还是反正后边的某一个结构件吧，就是没法钣金，只要碰完了以后它就裂，裂完了呢你就整个得换。然后那个就保险公司就特别讨厌那个车啊，说你这个实在太烦了。其他的车比如说追尾了碰了以后，你可以钣金喷漆，你是不需要整个换这个东西的，对吧？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你车造的为了好看啊，为了轻，为了这个其他的一些原因，他就没有考虑修的问题。对，这个是保险公司跟这个造车之间的一种博弈吧。再跟大家讲一个保险有关的有趣的故事啊。这个在国内呢，这个保险公司一般是不爱给摩托车上保险的啊，就是你整个摩托车，保险公司一般都不爱上保险，因为大家知道你拿这玩意儿就是出去玩的啊，就是出去造的啊，所以一般都不给你上。然后你要去卖这个二手摩托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车修过啊，它就卖不出钱来了。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就是玩特别像杜卡迪这种就是比较贵的车的人，对吧？他们会玩什么呢？就是把这车买回来以后啊，上那个淘宝啊，买一整套的外壳回来啊，这个有卖的。买完了以后呢，就到这个杜卡迪的这个店里头去，把人家原来那个外壳整个那个全都换掉啊，换这个自己买的这个淘宝件，然后呢，自己出去骑呀、摔呀，或者各种的，只要人没什么事儿，就没什么大毛病呗，就是修了也不心疼啊。然后等到要修要卖的时候呢，再给换回来啊，说你看原版原漆啊，这个从来没换过，然后漆都没破过，对吧？这个也是中国人的一种比较有趣的玩法吧。这个拿前人利息骗后人本金，这个叫什么庞氏骗局嘛？那就是，这个但是有时候庞氏骗局，最后不一定跑不出来，有的时候能跑出来啊。这个加班看直播，哎呀，这个辛苦辛苦。庞氏骗局，对，字节作为应用确实很强，字节的飞书要远比阿里的钉钉好用，是这样的。但阿里钉钉其实用户量要比字节的飞书大得多得多啊。现在字节里头最大的应用肯定是，叫做 TikTok 或者是抖音啊，然后是今日头条，然后呢，再往后的这个应用就是剪映，在国外好像叫什么 CapCut 好像叫什么这样的啊，就反正要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呢，现在第三大应用就是豆包啊，我不知道豆包在美国叫什么，它反正也有一个名字，真的好使啊，真的你去试试。卡尔加说：“你真的去试试，那豆包真好使。”第一次赶上直播啊，你是这个礼拜第一次啊？因为下雨天打不到车，这是什么意思？还没看网文那集啊，先来直播。会员节目我也听了，那一集看完之后又有感想，回头整理一下，没问题，没问题。这个给你装的那个给你部署的 Oracle 云上的这个DeFi 你跑起来没有？对吧？这个后边你自己设上那个模型就可以用了啊。然后按照用量收费也未必就不合理吧？比如用电，电力公司并不管你用电干啥的这个电价多高，你开着灯，没人和有人啊都是一样的付电费。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跟你讨论一下啊。这件事儿呢是这个怎么说呢？电力公司是用这种方式啊，包括那个电信公司，比如说我们家里的网费啊，什么都是这种方式收费的。但是，但是后边才是重要的啊！但是电力公司也好，电信公司也好，它最后沦落成了底层平台公司，对吧？然后所有的利益分配跟它没关系了。你要注意啊，在这个电气化刚开始的时候，电力公司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对吧？但是呢，到后面就是上面开始发展的时候，这个电力公司就沦落成底层的基础设施了。然后在这个3G 时代啊，就是大家用3G 网络的时候，这个电信公司也是非常非常有钱的。
然后等到4G 时代开始以后，电信公司也沦落成为了底层的这个叫做基础设施。然后后面呢，挣钱的是互联网公司，就是靠广告啊，靠这些东西挣钱的。而现在 AI 时代，如果你上来没有先去狠狠的挣一笔钱，把这个整个的社会财富，这个就是用 AI 创造的社会财富，都去先分配一遍，上来就沦落成基础设施公司的话，那这个事儿就白干了啊。所以呢，差异就差在这儿。邢彦军说过了吗？邢彦军是什么事不了解啊，回头去研究一下。特斯拉电池是可以换子模块的，比亚迪是整个封装的，不能分拆啊，拆了就没有替换零件了啊。这块回头我去研究，我回头看看小米那是怎么样的啊，因为我那个是小米，这个国外叫 CC 啊，对，这个在国外的那个据说用户量也是很大的啊。今天在芝加哥冻成狗了，好吧？那个美国现在这么冷了吗？这个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啊。好，我们继续。极越闪崩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说这个居然把恒驰给忘了，这个实在对不起啊，恒驰也是做电车，然后作废掉了啊。恒驰后边是这个叫做应该他们那个老板叫什么来着？叫他们是恒大的许老板许家印啊，这是许家印的项目啊，而且还上了市了，还骗了好多人的钱啊，最后把项目给作废掉了啊。恒驰给没说啊，这个是抱歉。然后呢，还有人说啊，这个钱都给自媒体大 V 了啊，某某越野、某某测评、某某说车上供去了，这件事儿呢，其实很正常啊。像我们原来讲，就是你如果不会买流量，或者说你没有在流量圈里混过，你拿着钱到流量圈里去买流量啊，或者说去找这些网红去合作的时候呢，一定会被骗惨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对吧？这个因为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圈子里头，它的这个交易并没有那么规范，对吧？这个你跑去买流量的时候，人家也问你说，哎，你这个到底这个要什么样的效果呀，对吧？他会来去跟你试探，结果发现你不懂的话，那他就给你狮子大开口吧，这个一定是如此。而且流量圈呢，你比如在谷歌买流量，对吧？这个他倒不是会作弊，不会骗你啊，但是他那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好操作。很多人在里头上当受骗，对吧？这个，但是这个呢，不能怪这个谷歌啊，这个还是要怪我们自己这个使用者的层次不够，对吧？你如果到 Facebook 去买流量啊，它就是真金白银的，你买多少是多少。但是呢，Facebook 就把价格标的很贵，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国内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叫假量，对吧？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跑到这个叫做腾讯去买流量啊，你跑到字节去买流量，其实你买回来大量流量是假的啊，就是你买完了以后发现完全没有效果啊。一方面就是你不会玩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人家发现你不会玩了啊。至于这些大 V 呢，就更加不是标准化服务了啊。你上他们那儿去做各种的采购的话，特别还想去抢到相应的这种流量资源，那一定是很贵的。对吧？而且这个什么呢？现在造电车造的这么卷，那么这些大 V 们，也就这个待价而沽嘛，对吧？一定是相互之间抬价把它抬上去，实际上最后谁都没卖掉几辆车啊，都是给他们上供去了，啊，这个是现在一个就是内卷的另外一个方式吧。继续啊，说雷军总共用了2年多100来亿就把小米汽车就造出来了啊！而且小米车是有工厂的，有产线的，车也有了，软件也有了，支架也有了。说这个极越汽车，百度本来是正常投资的，只是一个尽调就把 CFO 给吓跑了，百度才发现居然有70多亿的窟窿啊！就这一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窟窿啊？这个产线是这个吉利提供的啊，最大的支出就是这些，那这100-200亿怎么花下去的？花哪儿去了？到底是干嘛去了？还欠了几十亿的债。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你把4000多人凑在一起啊，这个一年，花个10几亿是很正常的啊，4000多人，而且这帮人好多工资不低的，
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流量，就是流量这个东西就是个无底洞，对吧？这个像我们原来经常说是，哎，你是买流量的哈，这个咱还别说这个跟网红合作啊，咱就标准化买流量，就是你去买流量这件事儿，这个怎么说呢？我想想，就是像我们以前就是经常很多这种叫投流的投手吧，就是手里边都是过10亿美金的啊，所以他这个钱真的不算多啊，这个不是特别大的事情，而特别是再加上这帮人还不太懂，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把钱造掉了也是很正常的。啊，这个至于 CFO 是不是吓跑了，这个反正现在是失联啊，这个后边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还有人说啊，这个反转了啊，回去上班了啊，继续干了啊，这个很好的营销啊，这个是辟谣啊，这个是假的。因为这个极越的员工在开着直播呢，他们讲了说这个到现在为止工资没下来，现在只是说把社保说要给他们上，是吧？工资补偿所有这些离职的东西都没有办呢，对吧？这个就大家就不要听说能够回去上班这件事啊，这个当时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就讲了，这是不可能的。好啊，这个再往后啊，说这个贾跃亭这么多年啊，那么多钱啥也没有啊，这个贾跃亭大概是花了应该也有快100亿美金吧，然后最后啥也没出来。高和呢是200亿人民币啊，欠了一屁股债，啥也没出来。这个威马是400亿啊，一地鸡毛啊，最厉害的还是刚才咱们讲的恒驰啊，是恒大下面那个1600亿，对吧？最后什么也没剩。这个当然我觉得恒大那个就是在洗钱啊，这个其他的就大家就不要太细究了啊。你花1600亿，你想1600亿多少钱？快200亿美金了啊！美国人、欧洲人造车都不可能造这么多钱，对吧？你一个做房地产的，对吧，在里头玩了这个1600亿，然后把股东也欠下去了，因为他上市了这公司，对吧？然后最后屁毛没出来，一辆车也没卖掉，这个就太过分了啊！这个他肯定是洗钱了。我看看这边。豆包和 Kimi 哪个好用啊？Kimi 呢，它的模型应该比豆包要好一些，这是在国内的话要稍微好一些。但是呢，从 APP 的角度上来说，还是豆包好使啊，它还好使。Kimi 适合长文本，现在其实很多都很适合长文本。现在 AI 时代，国家电网还是很挣钱啊。但是呢，你要看一看，你比如说美股吧，咱们这么看，美股七姐妹，对吧？这个英伟达、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然后呢是好像是这个特斯拉，还有一个可能是网飞还是谁啊？就这几个，他们呢是遥遥领先啊，他们基本上可能把美国股市的多大的一块估值都吃下来了啊。这个就其他的股票就是你说涨吗？它也涨啊，基本上就是在这一个平均的范围内在涨。但是呢，美股七姐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吃到互联网红利的这些公司呢，它是把整个社会的财富聚集在了一起，对吧？这个才是说这个整个的就是科技领头羊应该去获得的利润。就这个，我原来还跟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些互联网公司它攫取了这么大的利益，应该吗？还是有什么问题，对吧？你凭什么一个英伟达做显卡的公司，你能值3万多亿美金，还是2万多亿美金，对吧？然后这个叫做谁？这个叫做苹果，对吧？苹果好像3万亿吧，还是奔4万亿去了。就是你凭什么值这么多钱，对吧？你跟这些发电的公司、跟这个电信公司比起来，你做的贡献真的就更大吗？包括像谷歌啊，谷歌它其实就是一个卖广告的公司，Facebook 也是一个卖广告的公司。谷歌应该也有2万多亿吧，Facebook 应该是我忘了是2万亿还是1万亿了，我今儿没查，对吧？特斯拉你说你值个1万多亿，你好歹你是造汽车的，对吧？但是你想，你特斯拉的这个市值是可能丰田什么一大堆这个传统车企加起来都没它高，但是呢，它卖掉的汽车绝对是比人少得多的，对吧？丰田卖掉的车多多，大众卖掉的车多少，对吧？那你特斯拉凭什么值这么多钱，对吧？这个事情肯定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在 AI 时代上来 AI 说
我就开始像这个基础设施这样，对吧？我去拿一个这个整个社会的平均值就完事儿了，那谁愿意投入啊？那么多钱砸进去干嘛？它可比这个造电站那玩意儿烧钱烧多了，对吧？这么多聪明人在里头，这么多钱砸在里头，它肯定是惦记着像互联网那样截取全世界、全社会财富去的，它绝不是说惦记我就是挣这个基础设施的钱去的。AI 时代、5G 时代都是费电的项目啊，这个费不了多少。B 站大号的广告，之前看过一篇别人发的，最高像这个什么啊，影视飓风一单100万，这个还真不一样，因为他们这种活动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他不停的要做嘛，你想他这个车要评测，那个车要评测，然后各种的这个对比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挺费钱的。那么现在 AI 不就是开始了电力公司，只是现在互联网思维喜欢先 VC 烧钱来爆发用户量，然后开始坐地收钱。当然，AI 能不能坐地收钱很难说，其实云计算也有这个问题。这个高科技公司其实都想变成云计算的电力公司，不断收费用。云计算其实确实像电力公司啊，它是个基础设施，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以前做过那个，云计算的这个定价，就是盛大云的那个最开始那个定价单是我做的，对吧？这个确实如此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云计算这一块大家想的是什么呢？还是如何去提高这个附加值，对吧？比如说在里头加 GPU 啊，加一些其他东西。实际上还是希望你能够在里边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啊，它才可以去提高附加值，否则的话你就只能收个电钱啊，其他都没戏。云计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精打细算的这种行业。这个在 B 站一条这个什么突然火了啊，下一步需要怎么操作买量吗？下一步你先想想是不是会有人找你啊？这个 B 站火了其实没什么意思，就是你能够这个接着做就行了啊。这个如果这个后边有人找你投广告，你就挣这个钱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接着做，在 B 站投广告其实没什么意义的。AI 怎么发展，趋势是什么？咱们还是接着等把这个OpenAI 这12天看完啊。今天早晨是叫什么呢？是这个把这个 O1的很多东西挂到 API 上了啊，把这个挂出来，回头我要去研究一下。本质上云计算有点变个花样卖电力是这样的。这个于是几大巨头都在忙着自己发电啊。这个关于美国缺不缺电的事情，你在里头还给我写了巨长巨长的这个评论啊。然后呢，我就不念了，因为实在太长了。这样啊，就是说从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它也不太缺这个基础能源，甭管石油啊、页岩油啊，还有其他东西，其实都不太缺。所以你说它要发电呢，它也发得出来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呢，你要建电厂，对吧？你说原来这些电是在中国发的，中国说我不发了，对吧？美国说那我建电厂呗，我自己再接着发，这个事儿不是那个大的问题，它肯定能搞定。但是呢，它有一个过程，对吧？你从这个电厂从建设开工到这个并网发电，这个怎么着也得，我不知道以美国的速度1年够不够啊？可能1-2年吧。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大家肯定还是会觉得这个不舒服，很难受嘛，这个事儿是一定的。而且你真的把电厂建完了以后，把电发出来了呢，这个中国说那我再接着降价呗，啊，那你这些造的电厂不就亏了吗？因为中国这个电厂本来就建好了，都搁那儿搁着了，对吧？就是美国的很多政策采用的时候呢，还是需要这个考虑商人的利益，需要考虑民众的利益，对吧？需要考虑是不是划算，需不需要挣钱。而中国政府很多的决策基本上是拍脑袋做的，我们不需要考虑是不是挣钱，对吧？虽然他把这个经济搞得稳中向好，或者是叫稳中求进啊，这个也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需要说我自己有瓶瓶罐罐啊，这个每一件事情还是希望能够四平八稳往前走的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不管不顾的这个
国家，你去跟他拼这个好勇斗狠这个事儿，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还是缺电的啊，就是如此了。就是美国现在你可能是能够发出一些电来，可能还能供一些墨西哥，卖一些给这个加拿大，可能是这样。哎，加拿大我估计也不会缺电，因为人太少，对吧？自己的水电也比较丰富，我估计可能美国多出来的电是卖给墨西哥了，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存起来，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个你最多也就是多个5%，多个10%到头了嘛。现在突然要求你美国要多发2倍的电出来，那他肯定还是得造电站嘛，这个是跑不掉的。然后你造完了以后发现，哎，不够，不用了，那在这个时候谁去投这个钱？投不了嘛，对吧？这个做这种就是完全不考虑商业利益的这种或者完全不考虑商业这个习惯的这种投入的话，肯定最后是血本无归的，就跟这个拜登的芯片法案一样，芯片法案最后一定会血本无归。贾会计不是说争取25年这个回国说还差10亿，他那是10亿美金好吗，哥们儿，不是10亿人民币啊。网文那集是什么视频啊？这个我的所有视频都是这样，就是我上传了以后呢，会员就可以看到。然后呢，这个普通大众呢是这个就是普通观众是早上起来8点半可以看啊。这个因为是央视点名批评了，说这个网文平台乱收费啊，这个现在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流量是非常贵的啊，一般你在拼多多看见一个司空见惯的小店铺，一天光买流量花几千块，稀松平常。上市公司，你想象一下，能到什么层次啊？这个上市公司跟不上市公司这个没关系啊，这个咱比如说小米吧，雷军自己值多少钱，对吧？他现在是第一网红他每天出来，你说如果把这些东西都算在他头上，说我们按照这个正常网红的报价给雷军付钱，那他这玩意儿绝不是100亿能造出来的车，对吧？这不可能的。就是雷军现在的这个网红的这种就是品牌价值，要比刚才咱们讲的所有这些网红加起来都大，对吧？那他就每天坐在那儿接待大家去这个什么看车就完了，他还不停的在那儿开直播，还拉着小米的所有的这帮 VP 们都去开直播，对吧？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雷军其实没花多少钱在这块儿，他这100来亿就纯的砸的是工厂，对吧？他真的是买地建的工厂，然后呢，其他的没准这100来亿扔进去以后，他还挣钱了。因为为什么？他好多的那种配件，他是投资的，投资完了以后，这些投资的这个配件厂都去上市去了，或者还给其他人供各种各样的配件，对吧？他就可以把这钱挣回来。那这个其实真的是不太一样的玩法，但是别人玩不了这一套只有雷军能玩。本来有机会，你比如像苹果，对吧？也是100多亿美金扔进去，然后可能烧了8年还是10年，最后不也是屁毛没烧出来吗？对吧？咱们现在讲这个国内这帮人怎么这么烧钱，怎么样？那苹果你不能相信说提姆库克往兜里揣钱了吧？这个职业经理人，我觉得他这个素养是有的，不可能干这个事儿。以苹果内部的这个审计情况来说，他也不可能说把这个钱就随随便便花掉了，对吧？他也没有说现在就开始找网红这个去买量去测评，根本都不需要，他车没造出来呢，这100多亿美金花哪儿去了，对吧？你这么想，这个你不能说光看着国内的花钱去造车怎么样了，你看看苹果。至于买流量这个事儿，像我们以前因为就是流量公司特别是游戏公司，那个买流量是非常狠的。但是全世界买流量买的最多的公司其实是字节跳动就是每年它的这个流量成本应该都是在可能几十亿美金或者有的时候还更多一些。吉利和百度和吉利搞公司，还能搞到不发工资。美国公司要是员工上了班还不发工资、不付保险，老板大概率要坐牢。这个事儿，但我不知道美国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他现在是这样，等于2家公司，他投资做了一个公司投资完了以后呢，这个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这个导致出了问题。然后那个公司的老板呢是外聘的 CEO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出了事儿以后是要让这个股东一起跟着吃瓜烙呢，还是说只把这个外请的 CEO 扔进牢里呢？
然后那个 CEO 还可以说我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但是呢 CFO 跑了，那我们直接把 CFO 扔牢里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大概也就如此了。现在国内的话，这个不发工资不像保险这个事儿，政府一般是不会去治理这些公司的啊，因为中国政府呢面对这种问题，就像这个特别传统的一个问题一样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妈妈去生小孩对吧？难产了，医生就会问一句话叫什么？保大还是保小？哎，中国政府永远喊着保大，对吧？只要保大的，那么下回还有机会再生啊。如果保小了，这个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这个啊妈妈就没有了啊，以后就没法再生了啊。所以中国政府一直都是保大。今天看了个讲美股的，说华尔街对特斯拉转变看法啊，把它看成机器人公司。哎，千万不要这么想。就华尔街这帮人呢，也是这个，就是它价格上去了以后，他要给自己找一台阶下来，就没什么别的啊。你不能说为什么这么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你挣什么钱去了，对吧？啊，这个不能乱想。网飞的这个《百年孤独》看了吗？啊，看了个开头，发现是西班牙语的，就放弃了。黑色、银色哪一种外壳比较吸热啊？这个我就真的不是那么懂了啊。今天在琢磨一个大公司，主业是搞很多电力材料制造、销售，包括电缆和连线板，感觉相当老派。结果一看股票，吓我一跳，今年股价涨了56%啊！他家的飞机空中加油系统，居然是世界最好的啊！那他这个就是你没有发现这个新的业务呗？讲真，OpenAI 看的有点疲了，一顿饭吃12天，这不还有好几天呢吗？今天9天，10、11、12，还有3天呢，剩下3天没准会出一点奇怪的东西。量子才是未来啊，这个离大家还是有点远。我还记得马斯克发个火箭，被环保搞说火箭下到海豚了。我们中国可没有这个污染农田，都照样搞啊。是这个，所以美国建电厂这个事儿，咱们就当它1年能搞定吧。这个还有人说美国建电厂一两年搞不定啊，这个我们美国的这个情况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哦，美国还找加拿大买电呢。这个卡尔加叔跟我讲说，美国发的电是自己都富裕啊，没听说跟加拿大买电啊。他说美国发的电都还卖给别人呢，我估计就卖给墨西哥了呗。你可能比如说距离加拿大近的几个州，对吧？你可以从加拿大拉根线出来买一点，这个我觉得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啊。然后离墨西哥近的几个州，然后我们就拉着线到墨西哥去卖去呗。哎，德州是不是在挨着墨西哥？还是新墨西哥州是挨着墨西哥的啊？这些州，比如说就拉根线到墨西哥去卖电去。百年老公司，传统制造行业啊，232亿美元的销售额，居然还能这么股票上涨，它市值多少，对吧？这个，但是我相信它距离这种什么美股七姐妹应该还是稍微有点距离啊。我也想好好付费看网文，但是第一次去起点注册充值，就立马把我账号锁了。你干嘛了？说我账号违规，客服不搭理，最后只能注销了，老老实实看盗版。哎，这我还真没注意过啊。芯片法案啊，这个台积电芯片厂已经开工了，特斯拉建了个巨无霸工厂，也不是那么慢了。美国造工厂，也不是那么不堪啊。休斯顿外面一堆石化工厂和码头，我看着造的啊，也不是很慢啊，这个挺好的。这个但是台积电的这个在芯片法案下起的这个工厂呢，反正我不知道啊，在国内所有的报道都是说举步维艰啊，各种问题不断，然后也有罢工的，也有闹事的，还有大量的人员流失啊，因为他那个工厂造在那儿嘛，这个台积电其实本身的薪资要比像英特尔啊，要比这些芯片厂要低很多嘛，那么这个就有很多人跑到台积电去挖人啊，所以台积电
反正我在国内看到的就是说它在美国的工厂运转的并不好。好极了啊，赶上直播啊！请教范老师，现在通过数据模型对业务数据指标进行分析，输出辅助分析，做这种服务的公司，在产业图谱里算是大数据公司还是 AI 公司？是不是像第四范式这些公司？它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自己去做相关的事情的话，你还是要去找数据公司。AI 公司的话，就是你在 AI 的帮助下自己干啊，这个不一样。这个大选之前听了一期节目，好像是范老师跟土拨鼠讲火箭的，果断买了特斯拉股票，虽然不做投资建议吧，但是赚到了，每股270进的，现在后悔买少了。这个那是跑到我们这儿来凡尔赛来了啊，这个过分了啊，这个苹果造车主要是目前还达不到一款苹果特色的车，国内没有这种包袱，皮尺用的好，价格合适，大家就接受啊。这个我觉得啊，没造出来呢，就是没造出来，这个事儿咱也不用给他找什么理由。反过来想啊，你想想苹果的净利润是多少啊？它能赚钱不就行了吗？这个苹果的净利润呢，确实是高啊，但是这个你跟其他的比起来，就美股七姐妹实际上净利润都很高，啊，这个利润率也高，增长率也非常高啊，这个就是他们真正能够起来的一个原因。这个我觉得利润率最高的应该是英伟达，利润是最高的啊，因为它就是设计公司。对，网文小说还是很多人付费的，是的。能听懂英语吗？听不懂。这个《羊毛战记》回归了啊，不过前几集很啰嗦。哎，我还是都看了，《羊毛战记》我是一集一集追着看的，只要出来了我就要看。祖国是不是快要倒闭了啊？祖国是不会倒闭的。这个我刚听了一期文化人的老节目，讲带薪年假的啊，说因为法律规定里没有明确的执法方法，所以无法执行，跟几月没赔偿一样意思。立了一部没有执行方法的法律有什么意思？也不是啊，中国其实好多法律是有执行方法的，只是呢，在执行的时候，他拿这帮人也没有办法啊，也就如此了。可能被判定为这个盗版网站采集账号了啊，给封控了。应该也不至于吧？这个其实，因为起点上，因为我以前帮起点他们做过一些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判定的。这个比较奇怪，也有可能被封控了。我还查了一下网上一大堆投诉，我觉得你可能比较大的可能还是进去发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评论吧。这个是有可能会被封的啊。但我的起点账号好像是哪年的来着？我的起点账号可能是02年的还是03年的，我就一直用下来，中间没换过。极越这种啊，玩到这么资不抵债，那么亏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不预留员工的薪水，大概率股东和经理层是知情的，那么一调查大概率得坐牢啊，好吧，这个看看是哪些股东需要去坐牢吧。老范背景里是个老虎机啊，其实不是老虎机啊，它是一个应该叫 Dropbox 啊，这个东西是唱片机。台积电美国工厂是头一批良品率比台湾的台积电还略高一点啊，大国没报道，没有，大国怎么会报道这种事情呢？这个你能想到的，对吧？川普上台估计要求台积电这个台美制程工艺同步啊，不可能，美国制程工艺落后台湾几年，万一台湾出事了就懵逼了啊，这个事儿再看吧。起点的风控宁肯错杀1000万，但是起点好多还是看作者的封的多，我还真不知道读者的也会去封，这个事儿我就真不太了解了。没有评论，我的操作就是下载、注册、充值，然后就封了啊，这个真的挺奇怪的，
要么就是你的手机号或者什么有问题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了。感谢回复，点个赞啊！求教请教您的理解啊。大数据公司和 BI 公司算是一类公司吗？这个就真不知道了啊，因为我没有怎么跟他们打过交道。这个那个公司 PE 是36，不低吧？你去看看那些美股七姐妹的 PE 都是多少，对吧？这个还有好多是赔钱的呢。七姐妹应该都是挣钱的，但是中国好多都是赔钱的。孙正义投资美国$1000亿，真的有钱，而且川普给足了孙正义面子。哎呀，这个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川普自己就是一个愿意出来显摆的人，对吧？大家上他那儿去蹭一把。孙正义，我告诉你，他跑到美国去啊，到川普面前说我要准备投美国$1000亿，回头他就能募到$1000亿。他说这个钱不是他自己的，对吧？有的是人愿意给他钱。很多人会看好川普上台了以后的美国经济的。这个买书频率，这个，这个就不好说了，反正是不知道怎么玩了啊。等会儿回国的时候，特斯拉如果没跌，请范老师吃饭，好，没问题。好，继续啊，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有人说了啊，这个个税缴纳20%到30%的人可以考虑一下，不算投资收益，一年能够省个2、3千。对这个事儿呢，他是这样算的，就是我当时算了一下呢，为什么说他只能省个1000多呢？因为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一年的收入，比如说一年的年收入到可能30-40万吧人民币。就是它的个税的缴纳可能也就是10%左右，所以呢，它也就是1000来块钱啊。如果是到20、30的这种呢，你确实是到2、3千，因为很多人说，这个上了一年能够省4500块钱的税，它呢是给你算满了，因为中国的这个个税最顶格那一层呢是45%，就是到我忘了到多少钱以上的那个收入以后是45%。就是那个税，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到那儿了，你是可以去，省个4500块钱的啊，但是这个很少。而且如果是，其实你这么想吧，如果你要交30%的这个个税的话，这个人一年的收入应该是上百万了，可能到不了100万吧，大概70-80万还是有的。然后你要在这样收入的情况下，还是换点美金上国外投资吧，何必跟他们费这劲呢？对吧？这个我并不认为这个个税到这个2、3千20%、30%的这种就应该去买这个个人养老金啊。还有人说只能坑公务员了让公务员强制往里存但是公务员现在工资都开不出来了，拿什么存？这个公务员总还是有办法搞到民脂民膏的嘛，他们也不靠工资活着。对吧？那么公务员就大家往里存呗，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呢？他既然已经是既得利益者，那就存吧。还有人说这个老范是没听说过还有企业年金吧？这个社保改革不就是分成了社保、年金、个人养老金3部分吗？不过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名字叫职业年金，而企业部门则是把这部分叫做企业年金罢了。这块呢我还真不知道因为呢我以前的公司都没给我上过这一块。这个因为中国的特别像互联网公司，谁惦记说让你养一辈子，还给你研究退休的事情，对吧？能够把这个所有的社保、这个公积金什么的都按顶格给你交上去就不错了，对吧？就算是到那个你比如说像我们以前的那个公司，甭管是盛大也好，猎豹也好吧，我们会交什么呢？会交这个叫补充医疗保险。就是呢，他在你医保之外再给你做一次第2次报销这个是会干。然后还有的呢，有些公司会给你去交那个叫做补充住房公积金让你再多那个存一点买房子的本儿。但是还真不知道哪些公司会给他买这个企业年金这个中国确实有企业年金的这个制度，是企业自愿的，应该是企业交8%，个人交4%。然后呢，交完了以后呢，这个钱会存在一个账户里。退休了以后可以拿，然后如果换工作呢，新的公司继续交企业年金的话，还可以把这个账户开了接着用。如果新的公司不交了的话，可以把这个账户封存，然后等这个
就是可以去领取的时候去领取啊，这个有这个制度，只是我原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孙正义不会像当年郭台铭把川普忽悠了吧？哎呀，这个大家都是商人，对吧？何必那么认真呢？而且孙正义本来就是一个大嘴巴，对吧？他就喜欢这个，有冲劲儿、大嘴巴的人。他自己也是一个这个敢放炮的人，只是呢，因为前面比如玩 Airbnb 啊，不是 Airbnb，他是玩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做那个共享空间办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我一下把那个名字忘记了啊，就是做那几个项目，然后把钱亏得很厉害，对吧？然后突然变得特别谨慎，就是原来他就是一个特别爱放炮的人，所以他讲1000亿美金，你如果真的信这个事儿，说来你把这1000亿美金放这儿，少1分钱我剁你一根手指头，这样大家就很不成熟了，对吧？不能这么想。说起点是不是海外用户都不能评论啊？我也是被封啊，不能评论。这我还真不知道啊，因为我上起点是经常挂梯子上的，但因为我是太老的两账号了，所以就是我肯定是被标记为极其安全账号，对吧？而且我原来还是他们这个同事啊，所以应该不至于。国人所得税很少交顶级的阿姨，有那个收入太多方法避税了，是这样的。日本人应该不会忽悠的。孙正义之前已经投了500亿美金到美国了啊，这次 double 了啊。这个别的日本人不知道啊，但是孙正义绝对是个大嘴巴。尝试评论一下，欢迎啊，多聊天。一个月1000存个这个养老金，不如一个月1000块投美股啊，这个绝对的。美股除了涨，除了赚钱，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提供出来。美国在五大湖附近会买加拿大的电力，那边有水电，但是美国出口电力也是真的啊。这个美加电网买过来买过去啊，加拿大也买美国的电吗？这个那就不是那么了解啊。冬季加拿大用电多，水电少啊，可以从美国温暖地区买电啊，这不挺好的吗？啊，这个又长知识了啊，感谢。超长锁定期只适合跟岗位深度绑定的编制员工和公务员。哎，这个反正养老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如果这个政府变成塔西佗陷阱了，对吧？你不信他干什么事儿你都不信，那你怎么能相信他可以给你养老呢？孙正义1000、2000亿场面化了，造势啊，这个肯定是捧场嘛。而且如果真的是美国有那么多好标的的话，他2000亿、3000亿他都投了，对吧？这个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只要投了项目挣钱，他就能募到更多的钱，募到更多的钱就接着投呗，啊，这有什么问题？郭台铭当年和川普一起奠基的那个项目直接黄了啊，这个就不了解了。啊，这个孙正义会忽悠，上次他500亿其实没投啊，当年啊，WeWork 对 WeWork，我把那个名字忘了，WeWork 垮了，他的中东金主都气坏了啊，不肯投钱了啊。这次估计是和川普合作，再次非法集资中东资金啊，这个不用啊，因为孙正义最近挣大钱了，他的那个 ARM 上市了以后，现在疯涨啊，而且那个就是上市的 ARM 呢，就是真正流通股是很少的，绝大部分的这个股票还在孙正义手里头。所以孙正义现在身家非常了得，对吧？只是他比较亏的是什么呢？就是 OpenAI 在融资的时候，他手里没钱了。如果那个时候他手里有钱，能够赶上 AI 这一波的话，啊，那这个就真的是，呃，反正他这个 WeWork 真的是让他亏惨了。孙正义对是 WeWork 啊，这个在陈一发和老范的直播之间啊，我还是选择了老范，这就对了，对吧？看美女唱歌有什么意思嘛？马云、郭台铭啊，也都忽悠过大手笔投资，这个能忽悠大手笔投资不是什么大问题啊。现在都不敢见川普了，人家孙正义就敢，啊，这个就是他的本事。
马云他没有什么不敢，他见完川普了以后，估计他就不用再回来了啊，也就如此了。好啊，我们继续。这个我发了一个帖子啊，就是一堆老鼠在做饭的这个帖子。有一个网友评论啊，说还好你不是娶了上海媳妇儿啊，我们这儿一般默认大厨是男的，谁家里媳妇儿要是会做菜，那一定是娶的外地媳妇儿。这个怎么说呢？算是对上海媳妇儿的一个误解吧，或者是一种偏见吧。这个确实啊，原来呢都讲说上海媳妇儿呢是这个人特别精致啊，特别会打扮，然后呢人呢也很精明啊，说一个上海媳妇儿呢，这个会把老公管得死死的，出门啊几分钱坐车，几分钱抽烟，几分钱吃饭。啊，这个中间多抽一根烟，可能就得走回家，没有钱坐车了，啊，而且呢，上海媳妇儿可以让这个老公在外边劳碌一天，回家了以后呢，还心甘情愿的做完所有家务啊。但是呢，上海媳妇儿特别会这个撒娇啊，这个就是这个会哄人开心啊，让这个老公呢可以在外边辛苦一天啊，然后把钱管得死死的，然后回家做完所有家务以后，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这个是原来对上海媳妇儿的某种偏见吧。这个其实大部分的上海媳妇儿还是做饭的，还是做的很好的。这个不要这个什么随便的，我们用那种偏见去开地图炮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再往后啊，周日吃药，这个里头有一个人就说了啊，说 MIT 的那个教授呢，这个他主要讲的是中国的学校没有教学生需要诚实。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嗯，分几块事儿吧。就是第一个呢，中国学校确实在这一块儿上教的会有些问题，对吧？你只要上政治课，你就没法诚实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教授也讲了啊，说这只是这个学生对他自己不诚信这个行为的一个甩锅而已。而且呢，他自己也找不回来说这个他看到了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都是很好的，对吧？这件事儿呢，你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下，他肯定算是一个歧视，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因为他敢说中国人，他不敢说犹太人，也不敢说黑人，对吧？他只能说中国人啊，那么这个里头一定是一个歧视。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说呢，我并不喜欢这种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这种氛围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这个谈笑一下啊，可以有一些适度的这种冒犯啊，这个才是能够让沟通和交流变得更有趣一些吧。否则的话，大家都小心翼翼的这个事儿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对于这个MIT 教授这个辱华事件的一个评论吧。对，ARM 让软银一丈翻身啊，他赔了好多年。对，这个如果 ARM 没上去，他真的是会出事儿的。孙现在有大概200亿啊，其余指望 LP，这个肯定是要指望 LP 的。这个自己能有200亿就已经很牛逼了。上海女婿在这里证实啊，这绝对是偏见。这个你看看这里有人给打抱不平了啊。这个但是呢，上海的媳妇儿确实是有这种流言出来啊，这个也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上海女性还是这个比较温良淑德的吧。最近马化腾被推出来，在人民日报上说，民营企业稳中向好啊，可见民营企业已经稳中向好到什么程度了啊？最近二马都出来了嘛，马云、马化腾都出来了。哎，这个反正现在也是有点病急乱投医了啊，但是不是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搞不定这件事儿。上海媳妇儿很多会做饭了，只是上海老公会做饭的也很多啊。这个，这个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再去研究上海媳妇儿的问题了。流传的偏见，上海媳妇儿能把男人的哄得自愿干活四川媳妇儿能把男的恐吓的自愿干活啊，这个我倒不信啊。我们以前流传的四川媳妇儿的这个就是这个留言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去成都吃饭啊，成都比如说我出差，中午吃饭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饭馆里全是女的，啊，这个就吃饭的人都是女的，这个而且说话声音很大，在那嘎嘎在那吵。然后你要晚上去吃饭呢，你会发现，哎，饭馆里大部分是男的，说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四川的是女人出来啊，这个持家呀，这个做生意啊，做好多事情，所以中午他们都出来吃饭了啊，这个因为上班嘛，或者说那个做生意啊，出来吃饭。然后这个四川男人呢，就完全在家什么也不干啊，家务也不做，然后事情也不做，然后就完完全全躺平。所以叫少不入川也是这样，就是男生啊，年轻的时候一旦进了四川，这个川妹子又比较火辣，还比较漂亮，对吧？而且呢，就是一旦被他啊认中了啊，这个薅住了以后，就怎么说呢？他就把所有事都给你管了啊，你就只管这个享受人生就完事了啊。这个是对四川媳妇的这个当时的一个留言。当年上中学第一次考试，所有科目90分以上，只是政治50啊。于是后来我也学会了不诚实啊，这个啊，你诚实你就考不了那么高分啊，就这么简单。小林说发了关于游戏投资的故事啊，老范也可以讲讲自己的看法。哎呀，小林就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他的内容实在是不太喜欢听啊，这个因为嗓音不喜欢。这个，哎，我记得我前两天做了一个啊，讲了一期那个什么阿里大文娱那期，其实我已经把很多游戏创投圈的故事讲的挺透的了啊，你可以去看一看那期。企业年金是个好玩意儿，退休后可以拿个30-40万啊，这个其实不是的。企业年金呢，就是也是跟你的工资有关啊，你如果就是它有限制的，就是它不允许你放非常多的钱进去。所以我说了嘛，就是这个但是呢，企业年金在中国的规定很怪，它呢规定的是一个企业的年金不能超过这个企业的总工资额的8%，就是企业可以付这么多钱，然后个人付的是总工资额的4%。那么如果这个企业里头大部分人没有企业年金，只有老板几个有的话，他有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逃税的。所以呢，但是这块我没有特别细致的查啊，它确实是这么写的。看过一期分析孙正义的啊，说他赌性极大，是这样的。现在从上班就开始交企业年金，50个 W 都不是问题。你要保证你不失业，你不能换公司，换了公司还得有这个企业年金，你才能有这种东西，对吧？这个谁对自己的收益啊，或者这个工作有这么稳定呢？小林说讲的这个游戏有点生硬啊，听听老范讲的。是的，你可以去听听那期啊。东北媳妇儿呢，东北媳妇儿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啊。这个因为身边没有这种故事传出来。这个问题是卖给你的企业年金的公司是不是，能熬到你退休到老？这个，哎，企业年金是公司卖的吗？因为我没买过这东西，所以我不知道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账户。这个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可能也是保险公司啊，保险公司应该还好，因为中国保险公司好像不是那么允许倒闭的，反正全世界的保险法都是保险公司不允许倒闭，只允许收购。上头正面回应市场的呼声，找谁出来发文讲话都没，上头不正面回应市场呼声，找谁？是这样的啊，就像说塔西佗陷阱，症结的这个核心一开始是那个谎言，是的。这个咱们到现在为止不能够正面的去面对问题，这个事儿一定是没办法说了。小林一开始早期视频还是很好的，但是后期明显开始被流量绑架，讲一些自己其实不懂，但是可以通过网络调查研究说个大概的话题啊，因为这些话题有流量嘛。我后来就不怎么看他的东西了，感觉干货越来越少了似的。这个但是也没办法，像我现在也是经常会遇到一些自己没有那么懂的东西啊，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好在现在 AI 还是很强的啊，就是比较容易让我们做功课。像小林说是有一个挺大的团队，有人是给他写稿。这个其实你到后边看这个，比如说像袁腾飞的节目，包括小林说的节目，应该都是在念稿啊。这个就是完全有稿，然后有提词器啊，这样去做的话，这个最后看团队的能力了，也就如此了。
诚实的表现是从小林开始做油管关注，就图人家好看啊，这个也没问题。小林是好看啊，这个咱要承认。我之所以不爱看他的节目，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嗓音不好听，对吧？也就如此了。然后呢，我看过几期了以后呢，发现他讲很多就是，真正跟投资啊，或者跟这个行业相关的事，特别互联网行业相关的事情呢，总是有很多错误。然后呢，我就不再听了。我听过几期他的节目。小林说旗帜鲜明的支持哈里斯，真的是稳中向好啊，这个倒无所谓了。以前在苏州坐出租车啊，司机5点多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愤恨地说晚高峰这么难开，还要马上赶回家给女儿和老婆做饭，2个女的连米饭都不会煮。我们下车之后，满脸敬意的目送这位司机师傅消失在暮色中。哎呀，你应该算天津媳妇儿啊，这个你嫁到美国去，是不是所有家务你也都包了？小林说那种属于无情念稿人啊，这个以后这种人就是叫什么呢？这个 AI 数字人直接替代吧。太不容易了啊！再次赶上老范直播啊，为老范扎起，给点个赞去，对吧？美国好点的公司都有 401k 啊，401k 其实是企业年金啊，401k 不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对，每个月买月工资3%的股票理财，这个，然后公司送对等金额的这个买股票啊，这部分退休前不取出就不收税，挺好的。小林毕竟是华尔街耍过，说华尔街那些感觉还挺好，就挺好的呗。这个体制内年金基本没问题，体制内他们叫职业年金啊，它不是企业年金。这个你不可能要求博主每个视频都是干货啊，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来说，我真情实意的说，我就算干货了，行吧？中国 AI 教父李开复在2012年前后认为微软日薄西山，大势已去，将手中的微软股票全部清仓。谁知道这几年微软凭借着 AI 这波浪潮起死回生，重回巅峰，被清掉的那波股票血亏了数亿美金。这次血亏投资失败，让李开复的投资风格更加稳重、小心谨慎、抠抠搜搜，不敢放开手脚加大投资训练模型。老范怎么看？这个前面其实讲过一次这事儿，就是李开复呢，还是有点太小家子气了。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是台湾人的一个共性啊，有点开地图炮，就是他们其实比较喜欢这种就是比较明确的有收益的事情啊，这种没有明确收益的事情，他们确实会畏首畏尾一点。那你如何知道他在华尔街耍过？他好像自己在节目里说的啊。她好看吗？当然，绝对不难看啊。但是她真的不算美女。哎呀，这个我觉得要求不要这么高嘛。是不是你太太在身边啊？看啥节目都当脱口秀啊，就不会那么纠结了。是的，我这个从做节目第一天就跟大家讲说，这个节目叫老范讲故事啊。这个来听课的呢，这个我们都是那个建议大家先开心第一重要。恒大买恒大房子的估计都没觉得会有问题的，那肯定的，这帮人不但买了恒大的房子，就是很多恒大的业主会买恒大理财的，对吧？这个恒大物业的核心的利润是来自于卖理财，对吧？那你现在恒大理财肯定都出不来了嘛，想都不用想。李开复感觉已经凉了，哎，这个就不评价了吧。我跟老范一样的看法，遇到的台湾老板都比较小家子气啊，算得很细。这个也就这样吧。日本、韩国都小孩子气，资源太少了，这个造成的资本投资风格，有那么一点点啊。其实包括像国内也是这样的。你像这个你比如说广东的老板啊，跟上海的老板、跟北京的老板，他就是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广东老板呢就喜欢干这个比较确定的事情啊，然后呢这个上海老板呢是喜欢玩金融的
而北京老板喜欢讲政治啊，这个讲大局观，讲这些玩意儿，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地域特色的。我们基本上年金一年不到2万啊，这个还是有就不错了。这个你像我还没见过这玩意儿。陈一帆他妈妈买了好多的恒大理财，哎呀，这个你不要幸灾乐祸嘛，对吧？这个还是要稍微的同情一下。瞧了一眼小林啊，不是我的菜，容貌和内容，好吧，这个小林说的事情就不研究了啊，咱们继续读评论。OpenAI 连续的发布会啊，这个我是在第7天的时候还是第8天的时候做了一期这个节目啊，然后等到第10天、12天结束了以后啊，再去跟大家总结吧。然后呢，有人评论了说，我自从退了这个 OpenAI 的会员之后，发现省了不少钱。现在 GPT 还值得付会员吗？我呢没法跟你讲这个事情，我只能说从我的这个状态来说，我现在是 ChatGPT 一个月$20的会员在买，然后呢 Midjourney 一个月$10的会员在买，那个Copilot Midjourney 是$10还是$20，我忘了，反正我还是在付着，好像是$10。然后那个GitHub Copilot $10的会员我也在买啊，然后呢是大家现在看这个直播的这个 StreamYard 啊，这个是它好像是$40一个月啊，这个我也在买。然后Notion 的会员买了，其他的可能 WPS 会员也买了， Office 会员也买了， Office 365也买了啊，大概我是买了这么多的会员啊，然后再其他的还每个月可能还要花掉，可能我觉得会有个$20-30吧 token 的钱啊，就是我是花钱去买很多的 token 去调 API 的啊，这是我自己在 AI 这一块的这个开销了。然后呢，感觉基本够用啊。Cloud 之所以没有去花钱的话，是我的梯子有问题啊。Cloud 总能识别出来你有问题，然后不让我上去。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Cloud 开账号以后被封，所以呢，我一直没有去开 Cloud 的账号。但是呢，我是买了他们家的这个 token 啊，所以呢，我的很多的 AI agent 里头用的是Cloud 3.5 Sonnet 或者 Cloud 3.5那个就是那个小模型的我都用过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样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法去用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用 ChatGPT 的这个频度已经越来越高了啊，因为在 ChatGPT 出 search 之后啊，出了搜索之后，我肯定是用了更多的 ChatGPT。然后 O1 用的不多啊，因为我这个人实在不是科学家的料，就不费那个劲了。而且我也没有觉得 O1 的回复就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这个从 search 的角度上来说，其实豆包的比 ChatGPT 的好使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其他的我觉得怎么说呢？未来比如说 Canvas 还有 Project 这些功能上来以后，我可能 ChatGPT 会越用越多吧。然后 OpenAI 连续发布会这一条有人说了The 12 Days of Christmas 是一首圣诞颂歌，讲的是圣诞节12天里头得到12个礼物，歌词一天一天加上以前的礼物，就越来越长，是孩子们练习记忆力的。奥特曼就是用的这个梗，所以这12天发布的肯定是有凑数的功能。Canvas 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感谢这位网友的评论啊，我又长知识了，原来还有这么首歌呢啊，他等于是第一天收到了一个苹果，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个梨那我第二天收到就是一个苹果加一个梨他第三天收了个橘子，那我第三天收到就是一个苹果一个梨一个橘子那练记忆力的，也挺好玩的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感谢。再往后说这个谷歌总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大公司病，产品线太杂太乱。你说它拿不出好产品，它的 Notebook LM你说它原生态多模态吧，连一个统一的产品入口都没有，一个 AI Studio 免费用，一边 Gemini APP 还要订阅，吃不到一个盆里总是一副大梦睡不醒的样子真不是种族歧视看着一群三哥三姐领导项目就是有点不踏实的感觉不知道为啥
这个谷歌的产品呢，曾经有过一些好的，但是呢，这些好产品都被它砍了。比如说谷歌的这个Picasso 啊，我很喜欢，然后谷歌的这个 Reader 我也很喜欢，然后这都是被砍掉的，还有谷歌原来的那个Google Plus 我也很喜欢，也被砍掉了。至于说这位朋友讲到了这个 Notebook LM 这个项目估计也快死了虽然大家很喜欢，但是现在整个的团队都已经离职出去创业去了，就是谷歌整个 Notebook LM 的这个团队，对吧？他们在内部是没有这种产品文化的，没有这个产品基因。我今天本来还想去找这个如何使用谷歌最新发布的什么 VOE 还是 VEO2的那个视频模型的入口，找了半天没找着，对吧？然后这个还有谷歌最新的什么图像的这个入口我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懒得跟他费劲了这个我现在每天在这个 Google 的这个 AI Studio 里头玩耍的就非常非常开心Google AI Studio 真的挺好玩的，就是以后然后挂上摄像头，然后我就在他面前玩魔方，但是他比较讨厌什么？他只会说英文，就是你跟他说中文，他能完全听得懂。但是呢，你说，哎，我现在魔方玩到什么样，然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就一步一步告诉你，是一步一步该怎么办，可好玩这东西了。对，还有人说昨天试了一下浑源视频效果很不错这样呢要讲一下浑源呢是腾讯的模型他们也是最近刚刚公开了浑源的文生视频的模型这个现在的各种模型生视频这件事上来说呢Sora 真的不算好的只能算是一个比较这个中规中矩的吧，算是一般的一个情况。对吧？那么国内的甭管是可伶还是这个叫做就是字节的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腾讯的，对吧？都还是挺好用的。要考虑谨慎性问题，不如直接去看论文这个倒也没必要了。就我尽量讲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水平不到，没办法不考虑严谨性的话，不如直接去看脱口秀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极端了。总有一些人就是，还是有一定严谨性，但是又不是那么立人设看论文不如有人帮你读论文顺带读论文的人还有自己的解读和观点那这个就算了。代理花了多少美金那个还好，那个不算贵。虽然我广东人但是我也不喜欢广东老板，很多对员工很抠但是80年代发家的那些工厂老板比较有江湖气，是承包核心团队房子车子，当然对一般员工就很抠了，是这样的。我原来请过台湾的一个美甲师，又装又厉，还挑剔我和合伙人的关系，还挑拨我和合伙人的关系。后来相处几个，感觉都不佳，后来就很烦台湾女了这个倒不至于了吧？因为我们以前有很多台湾的同事，有男有女，我们都挺喜欢他们的这个，还是很好的同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 OpenAI 和 Cloud 各3个账号全封了，老老实实的吹谷歌，好吧，你这个太惨了。你请个大陆美甲师肯定不一样嘛，这个真不一定。呃，不是这么说台湾人看不起我们大陆人，其实这个我倒没感觉但是又想在我们这里赚钱，但我承认他们技术好。因为我以前很多台湾同事，然后我也去过台湾几次，认识一些台湾朋友，我没觉得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个真的是从来没有感受过。Picasa 还是挺好的，不过谷歌不知道谷歌抽什么筋这谷歌的砍掉的商品产品我都挺喜欢的。上次直播说谷歌跟苹果也合作很多年了，AI 也没找谷歌的 Gemini， 找了一个 ChatGPT， 所以国内 AI 找百度不一定合作时间长短的关系，但是谷歌和苹果百度还真的不一样谷歌每年
都给百度几十亿啊，百度才把苹果才把 iOS 默认浏览器给了搜索引擎给了谷歌，而国内大概率苹果要给百度钱，这个真不用啊，百度可能还是给钱的啊，这个你不用想这个。愿意给钱的多去了，还有搜搜呢，还有360呢，愿意给苹果钱的人一堆一堆的。苹果在这事绝对是收钱的。Gemini 用英文的效果，也是比用中文的好啊，这个是没办法的。看到一个火爆的 AI 初创公司搞细分 AI 大模型，网上在找大批兼职的数据标记师啊，1个小时$30，这种公司最后会很惨的。你放心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Hugging Face 上有大量的这个开源的数据集，而且你现在这边标注完了以后，就会有人去标注开源的，它这块是很难形成这种垄断也好，或者这种技术优势，它是形不成的，现在炼丹的成本在急剧下降，就是你拿这个开源数据集去进行微调，或者说你自己整一些数据集去微调，这块成本其实不高，然后呢？就是现在用这种比较高级的模型甭管是这个4O 也好，还是 Cloud 3.5这样的模型也好，让他们去生成这个炼丹数据这块呢，效果都很好其实你完完全全可以靠人很小的团队跟这个大量的这个AI 的这个模型一起去生成训练数据这块效果会好的一塌糊涂。难得赶上，先点个赞感谢今天用 Cursor 挂 Gemini 这个 EXP 12.6一天到晚给我讲课，实在受不了的，对他骂脏话，马上就言简意赅了这个你应该用那个什么呀 ，Gemini 1.5那个Gemini 2.0那个 Flash 应该用那个效果要比这个 EXP 1206要好，这个我是最近试了。听论文不如帮人读论文读了几遍自己就懂了。这个论文这个东西大家就别纠结了。虽然言简意赅，幻觉一点不少。对，现在在这个什么上还是就是在这个Cursor 里头还是 Cloud 最好使。我觉得大陆人看不起台湾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华人呢确实有点不太愿意跟别人平等相处就是不是我给你跪着，就是你给我跪着，这是这个所有华人的一个共性吧。这个自古以来就这样，对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对吧？这个就是你还是要站在别人上的这个至于说到底谁看不起谁，可能互相都有点看不起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很多看不起这个过程还是你自我感受你觉得被人看不起了其实人家可能压根连看都没看我从来没觉得被谁看不起过也就这样了，可能别人也看不起我，但是我没感觉，对吧？这不挺好吗？天尔威目前可以说没有有个产品是完美的没有像什么领域一样出现像 MJ 这样的全能选手Text to Video这个 Text to Video 我觉得 Sora 还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些思路就是故事版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思路很好，大家肯定会往这上冲的，这个没什么问题这个至于 Midjourney 其实用的人不多Midjourney 因为早早的就停止推广了，所以呢就这些人在用，但是 Midjourney 效果是真好，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现在的 AI 能写情色小说，看得心潮澎湃。哎呀，你这个人怎么净干这些奇怪的事情呢？炼丹去闲鱼地板价一堆一堆的。是的，现在炼丹肯定还是很多方法可以搞定了。我看他的文档看得头晕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调2.0这个不用你只要那个什么自己挂模型就完了，你在那个AI Studio 里头去整一个那个token， 然后就直接往那个 Cursor 里挂就好了，这块都是没什么问题。很多人是在那个什么里用就是 VS Code 里头，然后用那个有一个插件叫 CLINE叫应该叫 Clean 吧 ，Clean 大概是这样念的，然后
这个用那个模型就挺好的啊，不是那个插件就可以调 Flash 啊，就是这个Gemini 2.0 Flash 啊，效果很好。在台资企业待过的，就知道台湾人怎么样啊。我是在台资企业待了1年啊，我是当时台湾红光扫描仪北京办事处经理啊，在那儿干了1年啊。这个其实也还好啊，也还好。就是他要看那个什么你呢，就是骂你啊或者什么的，也会跟你客客气气的。我有一个台湾朋友啊，第一次吸大麻是跟他第一次收到避孕套礼物也是他啊，这个我觉得台湾人挺好的。对，就是他送的这个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是后边这部分是什么意思了啊，没看懂。老范又误解了啊，这种标记师是修改文字的啊，公司会不会残很难说，人家有人家的本事。这个应用业务明确啊，风投靠谱。七姐妹里头几个姐妹都投了 C 啊，你说的不是那个谁吧？那个叫 Data 什么，有一个那个公司，对吧？那个公司，反正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好的方向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修改文字了，好多其实是，就是这个还是加上 AI 模型了以后会好很多。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他们好多这种叫什么呢？是这个七姐妹里头好多是买他们的数据了，我知道叫 DataBreak 还叫什么，我忘了那个公司，好像也是个华人啊，就是他老板是个华人，很年轻。好，我们继续说如何反杀大数据杀手啊？这个有人说了，对于救急商品是没有办法避免大数据杀手的，比如制氧机在网上才卖2000多块，实体店卖4000块，如果制氧机出现问题，实体店还能免费备一台给你用，如果在网上买出现质量问题，就只能自己再买一台了。这个好像跟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评论啊，这个怎么说呢？救急，就尽量还是有备无患一些吧，少救一些急。啊，这个再往后啊，这个我们公司以前也研究过这种做法，可是这个在美国是违法的，会被罚。项目都做好了就不能启动使用，这不知道是哪个公司干的这个活啊？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美国也好，欧洲啊，包括日本也好，他们的法律呢，就是遇到这种问题会很罚啊，会罚的非常非常重。而中国的法律呢，遇到类似这种问题，一般情况下会，就是它有一个处罚上限，就是罚的很轻。通常就是你把这个罚款交了呢，都没有你挣的钱多，对吧？所以呢，这个大家就可以在这个中国这块土地上充分的进行各种尝试啊，这个就没有办法。美国是罚的很重的。这个有人说啊，学习国外集体诉讼啊，杀一个熟啊，赔偿所有受害人。中国其实是非常害怕大家玩集体诉讼的，只要集体了、聚集了，都是政府不希望看到的啊，因为集体诉讼其实最多的被告是政府，大家想明白了没有？对吧？大家为什么那么多人凑一块要告人？那你都集体诉讼了，那你肯定还得找一大脑袋去告吧？啊，所以在中国集体诉讼呢有啊，但并不是那么流行。还有人说了啊，这个是下一条了啊，这个 OpenAI$2000的博士级 AI 助手啊，有人说了，说我 PhD 的时候1个月的奖学金也就是$2000多，OpenAI 你怎么不去抢呢？你已经拿的很多了，好吧？你一个月的奖学金就$2000多，你毕了业以后可能拿个7、8000刀了，这个跟中国比起来，你已经算挣得多的了啊！你咋不去抢呢？啊，这个人啊，让我这个觉得太凡尔赛了。这个再往后啊，我想提个问题，记得以前老范一直认为啊，坚持认为 AI 对优秀程序员的工作没有威胁，或者说 AI 不会取代优秀的程序员。现在你还坚持这个观点吗？啊，还坚持这个观点啊？而且我觉得未来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优秀程序员，而且现在的优秀程序员的生产力在 AI 的助持下会变得更加的强啊，而且他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啊，这个是我觉得优秀程序员会有更好的出路了。啊，再往后啊，人类博士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 AI 博士提供不了的，
人类啊，AI 博士不能给领导敬酒，领导会没有优越感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说的实在是太对了啊。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就跟很多人去讨论这个问题，就是 AI 时代啊，人工智能时代到底什么东西会变贵啊？当时呢，我的结论是两个东西会变贵，第一个呢是真人服务会变贵，因为它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就是就像社交网络一样，就是我们去欺负了一个人啊，我们才觉得有快乐。为什么叫欺负人呢？因为社交网络最早流行起来的是偷菜，这个买卖奴隶和抢车位，对吧？你一定是因为对方是个真人，你才能有到感到这种乐趣啊，得到这种情绪价值啊，这个事儿是一定的。然后另外一个变贵的东西是流量啊，就是真人的流量会变贵，因为呢，这个大家的时长是一样多的啊，就是你没有新增的流量，那么单位流量就会上升啊，所以核心的就是这个人类博士是可以提供 AI 提供不了的情绪价值的，所以呢，这个人是在这一点上是比较难以替代的。就算你有这个 AI 仿生人，对吧？你看到这个东西以后，还是缺乏真人的这种情绪价值。这个我们可能使用什么美团外卖啊、滴滴啊，或者是各种 AI 啊，我们就觉得很开心了。真正的有钱人不用这玩意儿，真正的有钱人是直接有管家和秘书的，对吧？那个才是跟我们的区隔，对吧？这个是说的很好啊。还有人说以后是不是整个 AI 账号收 AI 税就完了？如果 AI 真的找不到其他的方法收钱，真的是要靠 token 和这个包月来收钱的话，那可能以后真的会出现 AI 税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到现在为止，AI 其实没有找到它合适的这种盈利方式这个咱们其实前头也一直反复在讲这件事儿。好，咱们再看看这边这个网上的读完了。在大国资企业待过就知道大国人怎么样了。我待过这个，这个其实我觉得哪个地方都有个性吧，这个没必要去以偏概全了。Databricks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不是那个Zata 公司好吧，这个我就没有那么了解了。这个字节想搞 AI 手机辟谣了，加上大模型的手机能打通各个 API 各个 APP 绝对一个新的业态要来能打通各个 APP，就是腾讯和字节有希望。这个字节我觉得不需要搞 AI 手机，AI 手机用的都是他们家东西，对吧？OPPO、vivo、小米、荣耀用的都是字节的豆包大模型在背后，所以它已经有了。Scala AI 这个没有去研究过，是我调不起2.02.0没有钱，不需要钱2.0免费的，可能是我的 API 比较旧，不应该因为我现在调2.0都是免费的，反正在 Cursor 挂这个 Gemini API，最新的就是这个，那我估计可能要等 Cursor 升级稍微等一等呗，这个也是没2天嘛。我上学时候在厦门接触过很多台湾店主，工作之后在一个咨询公司接触台湾同事，作为朋友和同事来说都是很好相处的。先后去过2次台湾，总体来说，台湾人给我的感觉还是热情温和，对他们给我的感觉也是温文有礼这个温良恭俭让，确实是让我很喜欢。销售这一行里有一种说法，就是成交是被设计出来的设计成交，都是反人性的，AI 做不来这个。程序员这一行其实也一样。这个我要想一想这话怎么讲这个我其实没有太看懂。这个我觉得 AI 拍马屁也是很可以的各种奉承水平一点都不比别人差，这个差远了。你比如说我问他，我说你看我多大呀？这个他就讲说，这个我不能得罪你，所以我觉得你很有精神。这个多么弱智的回答，对吧？这个我就没见过这么弱智的事情这个实在是太弱智了。晚上好请教一个问题，所在公司准备在京东开店销售自有品牌的红酒，虽说是国外酒庄，但是没有知名度。老范，你觉得红酒加上在京东开店这个搭配有前景吗？我咋觉得相当堪忧呢？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还是这个
先找网红吧，这个在抖音里边做直播，先走一走这个调研吧，这个否则的话，你在京东卖这东西是卖不掉的，也卖不出钱来，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必要。而且红酒这种东西量也没有那么大，你也不可能说走这么大量，这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应该在国内找销售，然后去这个直接像酒店啊，像什么这种地方去这个搭配啊。而且国内其实是有一些这个专门的这种红酒俱乐部啊，我建议你如果是国外卖红酒，在国内的话，最好是找一些红酒俱乐部，先去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呢进行品鉴，品鉴完了以后，这个在俱乐部内可能就直接销掉了。就如果酒确实不错的话，他们可能这些红酒俱乐部就给你那个都卖光了，因为这个东西红酒不可能太多嘛。2025以后都是垃圾时间，要么自己跑，要么创造条件子女跑。哎呀，这个没法说了这个事儿。还有刻薄啊，这个刻薄是哪段的？意思就是一般的销售负责打电话，好的销售会设计交易啊，程序员也是，复制粘贴的程序员会被取代啊，真正能够设计程序的，很难被 AI 取代。我觉得不能这么讲，就是未来可能真的是超级个体时代，就是普通程序员会复制粘贴的这些人呢，在 AI 的帮助下也可以做出很好的程序来啊，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个才是未来。看了一个博主的分析酒啊，是参考日本当年啊下行的时候，买的最多的是基酒啊，这个咱就不是那么懂，因为我们家也不喝这个东西。好啊，这个我们所有的评论都读完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周三的话，我们再来老范读评。那么好，没有问题，再见。